天师浮尘的指引与楚风所观察到的乃是同一方向。紫菱，走！楚风说话间便拉着紫菱向前方飞掠而去。可这方世界很大，以楚风和紫菱如今的修为，快速飞掠间竟也能感觉距离世界尽头很遥远。也正因为这方世界太大，此时的他们根本不像是半神境强者，更像是普通修武者，遨游在山川美景之间。就是山川美景，尽管刚刚落地所在的地方乃是一片荒原，可随着他们前行，前方不再荒凉，荒原变草原，草原深处是山脉，山脉过后是汪洋大海。这片大海内遍布凶兽，高达1000米的巨浪下方危机四伏，到处都是凶兽的互相捕食。而楚风二人不会插手这些，甚至都未曾放缓前行的速度，就像是世外高人欣赏世间万物，单纯的游历没什么。这样的场面，楚风经历太多，可因为身旁的是紫菱，则是让楚风内心有了别样滋味，那是让楚风心中暖流涌动的滋味。楚风回想起了当初在祖武下界的时候，当时楚风还是青龙宗弟子，刚刚结束和公路云的1年之约，与凌云宗麒麟王府敌对。楚风为了增强修为，前往了秦州，无意间参加了至尊山庄举办的联姻大会。楚风也是在那里再次遇到了紫菱，他们也是在那个时候增进了感情。联姻大会借着联姻的幌子，实则是各方势力攻打万妖山，夺取万妖山的宝藏。楚风拿到了骑兵修罗鬼斧，成为了各方势力的眼中钉，被各方势力联手通缉。一时间，楚风可谓面临死局。可就是这种时候，紫菱却选择与楚风同行。那些势力如今与楚风而言，说是蝼蚁都是抬举，不过尘埃罢了。楚风躲一躲脚，可以灭掉一片。可对于当时只是小小青州的一名弟子的楚风而言，面对的可是各州的顶尖势力，尽管不怕，但也是压力巨大。那真的是刀尖上讨生活，稍有不慎就是死亡。而现如今，楚风得罪的乃是浩瀚修武界明面上最强大的7界圣府，又是紫菱陪在楚风身边，这便是楚风感慨的原因。能有如此爱人，此生何求？怎么了？难道我脸上有东西吗？忽然，紫菱看向楚风，美眸眨动，有些不解，因为他注意到楚风原本一路上认真观察，可忽然前行途中不再观察周围，而是盯着他的脸。是啊，有东西。楚风道。啊，紫菱美眸放大，他只是随口说说，自己的脸上有没有东西，他还不知道吗？明明什么都没有啊，这盛世美颜不就在你的脸上，怎么会有像我的紫菱这么好看的人呢？楚风道。啊，楚风哥哥，你好油啊！紫菱撇着小嘴，皱了皱眉，哈哈哈，油是油了点，但我这一面可只有你看得到。楚风笑嘻嘻的道，多少有点猥琐。真的？紫菱目露狐疑的目光。当然了。楚风认真点头，我才不信。紫菱道，我认真的。楚风义正言辞，那苏柔苏美呢？紫菱道，楚风顿时面露尴尬，他们还是没消息吗？紫菱问，暂时没有任何消息，也不知道月仙跑到了哪里。提及苏柔苏美，楚风变得些许沉默，他倒是不担心月仙对苏柔苏美不利，而是担心月仙遭遇不测。毕竟浩瀚修武界没有真正的约束，是真正的弱肉强食，可谓处处是凶险。楚风哥哥，他们会没事的，回头我陪你一同去找。紫菱说道。楚风点了点头。飞过汪洋之后，前方出现了一片丛林，只不过这次的丛林皆是高达1000米的参天大树，但就是这么高的树木组成的丛林内，却有着站立起来便将让丛林如草木一般渺小的巨大猩猩。轰轰轰，大地有频率的颤动着，每次颤动都会惊起大片的鸟儿从林中盘旋而起。这只猩猩正在拼命奔跑，而在它的身后，烟尘四起，大片的树木正在快速的倒下，黑压压的物体宛如潮水一般朝着猩猩的方向跑去。那是蚂蚁，每一只体长不过1米，可因为数量太多，汇集成了如潮水一般的蚁群。别看猩猩体型巨大，可修为与那些蚂蚁相差不多，都是尊者境。如此数量的差距下，很快便被蚁群追上。不过眨眼的功夫，猩猩便被啃食干净，连骨头都没剩下，唯有大片的血迹证明它存在过。至于那群蚂蚁，掠食成功后，则是钻入地底之中，已经有尊者境的凶兽了。继续深入，定然还会有更强的。楚风哥哥，你觉得这里会不会隐藏着我们无法对付的存在？紫菱对楚风问道。一路走来，他们总是能够捡到一些宝物，并且越是深入，能够捡到的宝物越好。可同时出现的凶兽妖物也都更强，很有可能。楚风说道。而就在此时，阵阵微光浮现，那些被凶兽蚁群吞噬倒下的树木竟然恢复如初，看来要把可能去掉了。看着这那瞬息之间恢复如初的丛林，楚风叹道。就连紫菱也是目露不安，这个世界的打造者该不会还存在着吧？他也是界灵师，所以他也看得出来，这方世界应该是阵法世界。如此强大的阵法世界，背后必然是极其强大的界灵师。倘若那位还在，那楚风和紫菱简直毫无胜算。当然，若是这阵法世界的创造者还在，且想对楚风与紫菱不利的话，他们就算现在想逃，也根本逃不掉。能布下这种阵法的人，必然也会纵观全局，早就发现楚风他们了。既来之则安之。楚风与紫菱并未退缩，而是继续前行。后面的景色越发的美轮美奂，凶兽的实力也越发强大。本以为会以此延伸，直到他们无法前行，或是见到此地的最强者。可伴随雾气的出现，打破了他们的预想。那不是简单的雾气，而是一片雾海。白茫茫的大雾遮天蔽日，形成一条白色的天际线，仿佛将剩余的世界全都吞没了一般。楚风捏动法诀，布置一道隔绝阵法，覆盖于自己与紫菱身上后，这才踏入雾海之中。雾海内极为广阔，其中看不见任何活着的凶兽，倒是随处可见凶兽的尸骸，应该是时间太久，肉都腐蚀风干了，只剩下了骨头。且越是深入，骨骸越少，到了后面，莫说凶兽的踪迹看不到，就连凶兽的骨骸都见不到了。楚风哥哥，这雾气是阵法吧？紫菱对楚风问道。不过无碍，目前我还能分辨得出正确的路。楚风说道。这
这雾气的确是阵法，类似迷宫，但在这种地方寻找出路，需要有足够的观察力，并且雾气之中有毒，短时间内没事，若是长时间内困在雾气中出不去，便会丧失生命。这便是为何在雾气中看不到活着的凶兽的原因，因为进入雾气中的凶兽都死在里面了，久而久之，自然便连凶兽也都不敢踏入其中。忽然楚风止步，目光凝视前方，隐隐间能够看到，在大雾前方出现了一道10米高的结界门。楚风哥哥，那是出口吗？紫菱问道。看不出来，但感觉有些不太对劲。楚风说道，这便是楚风驻足观察，而并未直接靠近观察的原因。他需要确定那结界门是否具有危险，而看不透，便无法排除危险的可能。哪里不对？紫菱不解，这结界门像是刚刚开启的，可我们明明没有开启任何阵法。楚风说道，所以是别人开启的，这里还有其他人。紫菱反应过来，精致的脸颊顿时被不安的情绪覆盖。轰隆隆隆，就在此时，大地剧烈一颤，但是剧烈一颤之后，却好像什么都没发生。可楚风却赶忙抱拳施礼，高声说道，前辈，晚辈曾在远海神山获得过一些机缘，可当初修为有限，不敢深入，如今故地重游，也是想弥补当年留下的遗憾，想看一看传说中的神迹之地到底蕴藏着什么。晚辈绝无冒犯之意，若前辈介意，晚辈可以就此离开。但楚风这番话说完，却没有得到丝毫的回应。倒是紫菱的暗中传音映入楚风耳帘，是发现了什么人吗？没有，但是我们被困住了。刚刚大地的颤动，是因为一道强大的封锁阵法将我们困住了。楚风也是以暗中传音回应道，果然这里不止凶兽，还有修武者，会是远古存在吗？紫菱问，不知道，但不排除这种可能。楚风说道。接下来楚风又客气的询问，就连紫菱也加入其中，但却没有丝毫的回应，同时也没有得到任何的惩罚，他们就只是被困在这里了。于是楚风再度看向了那道结界门，楚风能够确定封锁他们的阵法不是简单的阵法，乃是某种强大的宝物凝聚的阵法。此阵他破不开，莫说是现在的他破不开，就算是寻常的真神境也破不开。当然楚风若是动用神路的力量是可以离开的，可楚风眼见着对方没有伤害自己与紫菱，便觉得可能另有企图，是何企图？必然是那结界门。紫菱，你现在待在这里别动。楚风说话间便向那结界门靠近，近距离之下，楚风能够发现结界门为金色，但这结界之力暗藏玄机，正因如此，这结界门不是想进就能进的，必须看穿那其中暗藏的玄机才行。怎么样？忽然紫菱的小脸出现在楚风身旁，不是叫你等我？楚风问。就这么近，你若是出事，我还能安然不成？既然同行，自然要共进退。紫菱说道。拿你没办法。楚风有些无奈，但更无奈的是紫菱说的很有道理。而靠近后，紫菱也是观察起来，这门有点意思啊，不用结界之术也能观察，那也就是说这门没有限制，修武者和界灵师都可以观察喽。我们需要从这个门出去吗？紫菱问。这门应该就是我们的出路了，你能看透吗？楚风之所以这样问，是他已经发现这道结界门只能各自为战，他帮不到紫菱，也无法对紫菱传递方法，只能靠紫菱自己。你该不会已经看透了吧？紫菱问。我可以进去了，但这结界门有限制，我无法向你传递方法。楚风说道。没关系，我自己来。紫菱说话间认真观察起来，而楚风猜对了，这里的确有修武者，只不过不是一个人，而是两道身影立于大雾的虚空之上，其中一个是正常人的体型，而另一个乃是高达万米的庞然大物，形态模糊，看不出是人是妖，但多半不是人。好狂妄的小子，才看了多大会就说他能进去了，修为倒是不弱，但是如此爱说大话，可不讨喜。那正常的身影传来中年男子的声音，确实，但之前的传闻没听说这楚风爱说大话。那庞然大物则是发出浑厚且苍老的声音，他真是楚轩辕的儿子？中年男子问。对，就是楚轩辕的儿子，最近的浩瀚修武界就他名声最响。庞然大物道。报应啊，楚轩辕那家伙的儿子不如他，不像我儿子，迟早会青出于蓝胜于蓝的。中年男子道。可听闻此话，庞然大物却是一愣，你儿子好像不如这楚风啊，我说的是人品，没说修为，我儿子最起码不说大话。中年男子道。好像有些道了，但总感觉哪里不对。庞然大物道。与此同时，紫菱也不过观察片刻，便看向楚风。我不行，要不再看看？楚风问。不用了，已经确定，这不是我能看穿的了。紫菱道。楚风也不再劝，确实能不能看透这门，其实不是时间的问题，很快自己就能确定。若是觉得有机会，自然可以耗费时间，若是自己都觉得不行，再久的时间也都不行。紫菱，那你在这等我？楚风问。他是觉得对方已经发现他们，故意不现身，留下这道门，就是要他们进去。若是对方不安好心，早就出手了，不必大费周折。既然都来了，还不如一探究竟。楚风哥哥你去吧，我等你。紫菱乖巧的点了点头。那你等我，我尽快出来。楚风说道。可楚风此话刚出，高空的中年男子便摇着脑袋嗤之以鼻，又说大话。楚轩辕的儿子果然不讨喜。至于楚风，则是身形一转，直接进入了结界门之中。见此一幕，中年男子摇到一半的脑袋不动了，他好像没说大话。庞然大物道。不可能，怎么会这么快？是不是这道门和其他门不一样？这道门比较简单呢？中年男子问。不要自我安慰了，其实你心里有数。老者道。靠，天杀的楚轩辕，他儿子比他还不是个东西。中年男子恼羞成怒，这楚风的天赋真的很恐怖的，不过你也不能因为人家天赋好就骂人家不是东西吧。根据传闻，这小家伙重情重义，人品还是不错的。庞然大物说道。对于庞然大物的评价，中年男子嗤之以鼻。圣老，难道你没听闻过龙生龙，
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天赋，楚轩辕能有那个修为，他儿子的天赋自然不会差。但那楚轩辕卑鄙无耻，他的儿子肯定也不是什么好货色。我说他不是好东西，就一定不是好东西。中年男子道：嗨。庞然大物无奈地摇了摇头，显然不想在这个话题与中年男子纠缠，于是问道：你准备先派谁进去？圣老可有建议？中年男子问：我的建议是两个一起。圣老道：太看得起楚轩辕的儿子了吧？如今我三圣妖族的新生代，可是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强的一代。中年男子道：我三圣妖族如今的小辈，确实天才如云，但九天之巅第一的名号也是不含水分的。不谈当今浩瀚修武界那些小辈，黄甫天族的小辈可是也去了。庞然大物道：黄甫天族巅峰时期都不入流，如今岂能与我三圣妖族比？中年男子一脸不屑：那你决定先派谁去？庞然大物问：这小子是不是擅长结界之术？中年男子问：此子结界造诣深不见底，拥有传说中的王之血脉。庞然大物的语气充斥着对楚风的赞叹与重视，可中年男子显然没有领会到，而是道：那就先让风流去，以他擅长的来击败他，直接击溃他的内心，让他感受一下何为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中年男子说话间，便大袖一挥，一只光芒小鸟向迷雾深处飞去。迷雾深处有着一座城池，城池外站着两名男子，身高皆有3米，形瘦体长，但却浑身的肌肉看上去极其结实。但是在他们的胸口、肩膀、胳膊、大腿上都有着一些鳞片，那鳞片虽是镶嵌在他们的肌肉上，但自远处看就像是铠甲一般，既霸气又美观。可能是身上的鳞片已是足够装饰，所以他们除了腰间系着一条掌布，以此遮挡隐私部位外，身上便没有任何遮挡之物。不过这两位也有明显的区别，先不说五官不同，身上的毛发颜色也是不同，一个白色，一个黑色。不仅仅是头发、眉毛，甚至身上的汗毛以及其他毛发也都是统一的颜色，白色的就是全身白，黑色的就是全身黑。风流，族长安排咱们来这，是让咱们两个切磋的吗？族长终于愿意让我们一分高下了。黑毛男子兴奋地搓起双手，怎么可能？族长大人怎么可能破坏族内规矩？你看不到这门吗？白毛男子说话间，抬头看了一眼他们不远处，那里立着一道椭圆形的铜圈，因为中间是空的，从形态来看与门没有任何联系。怎么突然让咱们进行历练了？之前没有任何通知啊，太突然了吧？黑毛男子道：管他呢，只要是历练，总归是好事。白毛男子道：希望这一次会是难度高一些的历练吧，不然一点意思都没有。黑毛男子道：越是复杂的历练，越考验观察力，那你可就要败给我了。白毛男子道：放心吧，我不可能败给你，别忘了咱们三圣妖族就是靠修武打天下的。黑毛男子自信的道：你呀，根本就不懂结界之术的强大，也就是你我关系好，我不忍你伤心，不然我早让你见识一下结界之术的强大了。白毛男子道：风流，你狂什么？有本事你就接受我的挑战。黑毛男子说话间，气息横扫而出，他的修为达到了6品半神。你还是算了，我真的不想你难过，咱们之间不打就永远是平手，但若是真的打了，我怕毁你修武之心，断你日后前程。白毛男子道：我就不信了。黑毛男子说话间，一拳直奔白毛男子轰了过去，这一拳速度极快，可是就在即将击中白毛男子之际，却发出轰的一声，大地都震出无数裂痕，是一道结界出现在了白毛男子身前，挡下了黑毛男子的一击。白毛男子摇了摇头，现在住手还来得及，我真的不想毁了你，少装蒜吧你，我也没施展全力呢。黑毛男子说话间，周身释放气焰，同时身上的鳞片也是散发光芒，连天地能量都受其影响。他这小小的身躯此时散发出的乃是可怕的妖王气息，就连修为也是从6品半神提升到了8品半神的地步。叽叽叽叽，就在此时，一只光芒小鸟飞了过来，来到他们二人面前，忽然爆炸，爆炸的气焰凝聚出一双眼眸，凝视着他们二人。同时一道声音也是传出：干什么呢？族内不许私斗，你们不知道吗？这声音威严满满，同时散发着些许不悦，而他正是那中年男子的声音。而听到这个声音，白毛与黑毛二人则是赶忙对着那双立于虚空的气焰眼眸施以大礼，拜见族长大人。黑毛男子赶忙收起身上的力量，且露出笑嘻嘻的表情：族长大人，我们没有私斗，闹着玩呢，闹着玩，有力气省一省，这次的历练可不简单，里面可是有好东西的。中年男子道：好东西？什么好东西？黑毛白毛两名男子的脸上皆是露出了期待之色，进去之后自然清楚，不过有一点提醒你们，现如今当代修武者可是十分狂妄，已经知道我们远古家族的存在，却不把我们远古家族放在眼里。你们两个也是我三圣妖族后辈中的佼佼者，迟早也是要以我三圣妖族之名去讨伐他们的。今日就给你们一个提前表现的机会，进去以后不要留手，给我狠狠地教训对方，只有赢了才能拿到好东西，听到没？中年男子话到此处，白毛与黑毛皆已跃跃欲试。风流，你先去。话罢，那铜圈便散发出结界之力，形成了一道结界门，定不负族长大人期望。白毛男子施以一礼，便直接踏入结界门内。黑毛男子站在原地，则是略显无奈，因为他也想先进去的。可此时站在中年男子身旁的庞然大物却是猛然开口：你怎么不提醒一下？听闻此话，中年男子才反应过来，哎呀，忘记告诉他们要手下留情，当成切磋来对待了，这可咋办？楚风不会被打死吧？若真的被打死，楚轩辕来找麻烦还真不好交代啊。可庞然大物却道：你说什么胡话呢？我是说你应该提醒风流，大事不好赶紧就跑。圣老，你的意思？中年男子终于察觉事情不对，我当然是怕他被楚风打死。庞然大物说道：不至于吧，风流再不济也不至于被打死啊，况且退一万步讲，
就算风流真的不敌那楚风，那楚风敢吗？他不是已经察觉到我们对他进行考验了吗？他还敢下重手？中年男子问。有礼貌不代表胆子小，传闻中这楚风可是胆子很大的。庞然大物说道。胆子大？我就不信他胆子真的这么大，况且我也不相信风流会那么狼狈。圣老，你要对咱们三圣妖族的后辈有信心啊！中年男子道。庞然大物则是不再言语。此时楚风正在破解一座阵法。事实上，自从楚风进入结界门内，便进入了一座岩洞，一路前行，已经遇到了不少这样的阵法。这阵法较为特殊，可以用武力破，也可以用结界之术破。楚风感觉用结界之术破有点没难度，所以特意用武力来破。可凭借界灵师的思维，哪怕用武力来破，也是较为轻松。没过多久，眼前这道阵法便也被楚风解开。解开之后，这道结界阵法的结界之力并未全部散去，反而是形成了一道结界门，并且前方的石门也并没有打开的意思。这里多半已是尽头，想要继续前行，楚风只能进入这道结界门。楚风踏入结界门内，发现进入了一座岩洞，这岩洞极为宽阔，似是野人打造的大殿。之所以这样形容，是岩洞经过特殊雕琢，雕琢的像是大殿一般，但装饰却较为简单。明明雕琢过，但却尽显粗糙。而楚风注意到，这里有着一两道结界门，一道结界门位于深处，是为开启状态；一道结界门位于左侧，乃是开启状态。不过最关键的是，这岩洞的中心有着一座高台，高台上面摆放着一个箱子，高台有结界封锁，因此看不透箱子内的东西是什么。眼下在箱子面前，则是站着一个高达3米、形瘦体长、一头白发的男子。这白发男子见到楚风，立刻松了一口气，才出现。这是故意模仿当代修武者的拽吗？白发男子讽刺一笑，这话像是对楚风说的，但却更像是自言自语。你是何人？楚风询问。因为察觉到对方语气不善，所以楚风也并没有对他失礼，甚至语气之中也没有丝毫客气。楚风向来如此，不管你什么身份，你对我客气，我才对你客气。你若和我装，那我也不会给你面子。哟，还会说话呢，想以此来装嚣张，别在我面前炫耀了，我没那个时间。击败你，这宝物就是我的了。白发男子说话间，直接出手，光芒普照间，一把结界巨剑直奔楚风刺来。结界之术，结界之力，乃是尊龙神袍，可是结界战力却堪比圣龙神袍。见状，楚风也不怠慢，捏动法诀，旋即抬手一指，顿时磅礴的结界之力自其体内涌现，化作漫天剑雨，向那结界巨剑攻了过去。仙龙神袍。可当楚风出手之后，那白发男子却是满脸意外，他的出手可谓毫无保留。就是他知道这次面对的对手多半很强，但眼下对方竟是仙龙神袍，这可就让他摸不清头脑了。毕竟仙龙神袍的战力只是堪比7品半神，而他的结界战力已是堪比9品半神，怎么比以往面对的还要弱？难道当代修武者的实力就是如此？白毛男子心中泛起了嘀咕。嗡！很快，剑雨与巨剑交织在了一起，剑雨旋转，宛如巨蟒盘树，将巨剑缠绕了起来，控制住了结界巨剑。但控制结界巨剑只用了一半的剑雨，剩余的结界剑雨则是直奔白发男子而去。见此一幕，白发男子反而兴奋起来。原来如此，隐藏实力，好，这样便有趣一些了。这次的历练还真是与以往不同。白发男子说话间，大袖随便一挥，一道防御阵法便护在了身前。在他看来，这道防御阵法足够抵挡住那剩余的结界剑雨了。很快，结界剑雨轰然而至，落在其防御阵法之上，要么直接崩碎，要么断裂落地。在他的防御阵法面前，可谓不堪一击，就像是豆腐砸石头。对此，白发男子并不意外，这与他预想的一样。可很快，后面的结界剑雨抵达之后，力量与速度竟然变强，不仅直接洞穿了他的防御结界，更是直奔他而来。如此近的距离之下，再加上他已放下戒心，反应过来之时，已是没有了任何机会。只见那漫天结界飞掠而来，他的身形也快速倒退而去，不是他闪开了，而是被结界长剑洞穿了。大量的剑雨自其周身掠过，但仍有10几把剑穿透了他的身躯，瞬息之间便化作了一个血人。混账！男子稳住身形后，勃然大怒，不仅没有疗伤，反而杀意滔天。可是就在此时，那开启的结界门内释放出一股磅礴的吸力，白发男子直接被那结界门吸走了。与此同时，那护住高台的结界之力消散，结界门外，黑毛男子还站在外面等候。忽然结界门有了变化，白毛男子被甩了出来。怎么回事？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你感觉怎么样？不会死吧？黑毛男子见到白毛男子，顿时面露紧张，赶忙走了过去，将其搀扶了起来。我没事，大意了。白毛男子说道。大意？可黑毛男子却眉头微皱，他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单。白毛男子闯过很多次这种历练，还是第一次受这么重的伤，就算真的是他大意了，那也足以说明这次的历练难度很高。与此同时，中年男子和庞然大物通过那双特殊的眼眸，也能够看到白毛男子此时的状况。中年男子面色凝重，没有说话，但那个表情却像是有着很多话想说一样。怎么看？庞然大物问。下手太重了，这楚轩辕的儿子果然不是东西，在我的地盘还敢如此猖狂，我看他是不想活了。中年男子说话间带着些许怒意，避开了致命伤，已经手下留情了。要不到此为止吧，别让洪亮进去白白挨揍了。庞然大物，不行，我就不信了。风流毕竟是我3圣妖族血脉结界之术，不如人族很是正常，我相信洪亮定会不负众望。中年男子捏动法诀，他在开口，声音不仅庞然大物听得见，白毛男子与黑毛男子也能听得见。同时，那道结界门也是有了新的变化。洪亮，你进去，记住别大意，尽量在结界门边战斗，若是情况不妙，主动撤离，千万不要纠缠，你要保护好自己。楚风来到高台前，打开箱子，发现是一个罗盘，
罗盘材质很特殊，是由阵法淬炼而来，价值不菲。但楚风也注意到，这罗盘是不完整的，它是用来承载阵法的，可这上面并没有阵法。楚风看向了岩洞大殿深处，那名白发男子被传送走的结界门消失了，可大殿深处的那道结界门则是开启了。刚刚那个妖族之人是怎么回事？是触发后续的必要条件吗？还是说这里的人在利用我？楚风并未直接深入，而是若有所思，一路走来的关卡对于楚风而言很简单，可楚风却又总觉得事情并不简单。不管了，楚风穿过结界门，本以为会直接进入一座岩洞，可实际上却是进入了一座大阵之中。这座大阵很凶险，破解方法同样是武力和结界皆可。楚风并未花费太久，便将这座阵法破解。破解之后，楚风开始被传送之力推动，一切消散，他进入了岩洞大殿。这座岩洞大殿几乎与先前的岩洞大殿一模一样，同样两座结界门，深处的关闭，旁边的开启，中间一座高台，高台上一个箱子，就连高台旁边也同样站着一名男子，只不过这名男子不是白发，而是黑发，并且相比于白发男子的放松，这名黑发男子面带怒色，且满眼凝重，并且他的身体也有着诸多变化，鳞片闪烁光芒，周身散发气息，双眼也是变得血红。他的手中握着一物，长达3米，乃是一根骨头。轰！当他楚风还在打量他之际，他以手持骨头向楚风冲击而来。9品半神，这是此人的修为，但不是本来修为。通过楚风对比白发男子的变化，楚风知道黑发男子的身上有3种变化，这说明他提升了3重修为，其真实修为应该是6品半神。而那根骨头符咒闪烁，并非寻常的骨头，而是一件神兵。楚风站在原地不闪不躲，只是微微抬手，一道结界屏障便拔地而起，那根骨头迎面砸来，力道之足，连空间都被粉碎，可落在楚风的屏障之上，那结界屏障却是毫发未损。这便是楚风的结界战力，哪怕对方有神兵在手，可楚风只是凭借结界便也能抵挡，挡下对方攻势。楚风并未反击，而是直接问道：你们究竟是何人？这里是你们的领地吗？尽管对方来者不善，可楚风更想搞清楚眼下的状况。但黑发男子并未回答，手中骨头再次抡起，金光四射，乃是施展了武技。武技加持之下，手中神兵威力大增，楚风的结界屏障也被直接轰成粉碎。可楚风依旧不闪不躲，依旧站在原地，只是法诀变化，那碎裂的结界屏障便化作结界气焰，向男子冲击而去。男子根本没有在意，他以为那只是散开的结界之力，可当他被结界之力覆盖，当他的下一波攻势无法释放之后，他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低头一看，那结界气焰从气体化成了实体，将他捆绑住了。呵呀！见状，黑发男子大喝一声，更为磅礴的武力自其体内喷涌而出，那并非简单的武力，蕴藏着极为狂暴的妖气，好强的血脉。见此情形，楚风也没有贸然进攻，反而是捏动法诀，准备放手。他能察觉到对方动用了血脉之力，接下来的招式应该不是寻常的武技。果然，武力从无形化作有形，快速旋转，如旋风一般围绕着黑发男子。这股武力旋风虽是防御手段，但也具备攻击之力，且威力极强，直接将楚风的结界之力吹散。随后，黑发男子身形一转，钻入了那道结界门之内，而伴随他钻入结界门，那道结界门也为之关闭了。什么情况？楚风有些摸不清头脑，对方怎么莫名其妙的就走了？不过当男子离开后，封锁此地高台的阵法也是随之消散。与此同时，结界门外，白毛男子正盘坐鱼的进行疗伤，但却猛然睁开了眼眸，且站起身来。他察觉到是黑毛男子回来了。怎么样？白毛男子问。这个阵法有点厉害，我没把握胜他，所以我就跑出来了。黑毛男子说话间还擦拭了一下额头，那是一抹冷汗。而见黑毛男子如此，白毛男子则是松了一口气。你的做法是明智的，这次的阵法幻化出的家伙确实很强，连我都因为大意负伤了。你若继续下去，只会受更重的伤。白毛男子说道。不，我与那阵法交战，并未负伤，而你却身负重伤，所以至少证明我比你强。黑毛男子说话的时候，脸上还涌现出一抹得意。听闻此话，白毛男子一脸无奈，他似乎知道为何黑毛男子要选择逃脱了，就是想证明他比自己强。而他们这里发生的一切，也都通过那双特殊眼眸，被中年男子以及庞然大物看得清楚。我就说这楚风9天之巅的最强不是虚名吧？庞然大物道。哼，楚轩辕的儿子若是这点本事都没有，那可真是丢了他爹的脸。风流和洪亮在我3圣妖族只能算中等偏上，我就不信这楚风能够胜过星宇。中年男子道。那你怎么不干脆叫星宇过来？庞然大物道。杀猪烟用宰牛刀，哪有人一开始就交出最强底牌的？不过现在来看，这楚轩辕儿子倒是勉强有与星宇交手的资格。中年男子说话间捏动法诀，你们先回去吧。这句话是告诉白毛男子与黑毛男子的。此话说完，法诀变化，那道结界门恢复成铜圈，同时特殊眼眸也是散去。中年男子的目光投向了被困在下风等待楚风的紫菱。这个丫头和楚轩辕儿子很是亲密，是楚轩辕的儿媳妇吧？中年男子道。这姑娘与楚风的确是对恋人。庞然大物说道。哼！中年男子嘴角扬起一抹坏笑，随后拿出一道令牌，只见其捏动法诀，一股传送之力便覆盖紫菱。传送之力消散之际，紫菱也是消失在了原地。你这是干嘛？待会楚风就回来了，若是见不到那姑娘，必然很是焦急。庞然大物说道。急，就是要让他急，负债自偿。楚轩辕造的孽，我就要在他儿子身上讨回来。听到这里，庞然大物则是叹息一声。
楚轩辕当初也是为我族做出过极大贡献的，若不是他圣境修炼的，也不会开启，便也不会有我三圣妖族如今的繁荣。如今你好歹是一族族长，应该有足长的心胸，真的没必要难为楚轩辕的儿子。庞然大悟道，他是有些贡献，但也不能抵消他造下的孽，犯下的罪过。圣老，难道你忘记，正是因为他，我三圣妖族的圣物都被放跑了吗？那可是先祖传下来的圣物，若不是圣物丢失，我父亲大人他也不会一病不起。若是可以，我真的不想做这个族长之位，我希望坐在这里的是我父亲。相比于他犯下的罪孽，他做出的那点贡献算什么？就算杀他100次都不过分。中年男子情绪变得激动起来，就连周遭的天地都受到影响，变得异常冷冽。庞然大悟见中年男子如此，选择沉默，而中年男子也沉默了。片刻后，中年男子再度开口，语气平和许多，甚至带着些许歉意。圣老，我不是冲你，其实我已经很克制了。如若不然，当着楚轩辕的儿子踏入这里的那一刻，我就已经一巴掌将他拍死。抛开楚轩辕的事情不谈，就算对待一个普通的闯入者，也需要让他明白，我三圣妖族不是他们想来就能来的地方。引导楚轩辕儿子的事情，便交给您吧。话罢，中年男子便离开了此地。见状，庞然大悟叹息一声，旋即巨大的身躯开始快速缩小，最终身躯高度只有1米。只不过此时的他更接近人形，像是一个驼着背的小老头。唯一的区别就是他没有眼睛，但是他的耳朵特别的大，就像2个扇子一样。他大袖一挥，解除了封锁阵法，旋即落在了先前紫灵守候的结界门前。而很快，楚风的身影便从结界门内走了出来。楚风走出之后，自然第一时间就见到了这位老者，可他却也注意到了紫灵不见了，所以楚风第一反应是警戒。楚风小友莫慌，紫灵姑娘很安全。老者察觉到了楚风的担忧，于是赶忙说道，他在哪？带我去见他。楚风说道，好。老者微微点头，随后便御空而起，同时一股力量覆盖楚风，虽然没有眼睛，但他却能辨别方向。老者带着楚风踏空而行，步伐平缓，可速度极快，其修为很强，远非寻常真神可比，但这未必是他真实修为。楚风小友，难道不好奇老朽的身份以及你在岩洞内所遇到之人的身份？途中，老者对楚风问道，好奇，但我想先见到紫灵再说。楚风道。此时楚风的心已经悬了起来，他并不相信这位老者说的话，所以他很担心紫灵的安危。他可以出事，但绝对不能容忍紫灵出事。同时他也很自责，若是不进入结界门，而是一直和紫灵待在一起，便不会出现此刻这样的情况。老朽说了，紫灵很安全，你不用如此提防于老朽。其实说起来，老朽也算看着你父亲长大的了。老者说道，你认识我父亲？听闻此话，楚风凝重的表情才有所缓和。楚风的父亲于其心中一直是极其特别的存在，这么多年了，还少有人说自己是他父亲的朋友。但眼下这位老人不仅对他态度客气，还抬出了他的父亲。楚风下意识便感觉他可能说的是真的。老者点了点头，前辈，我来到此地便被困住，被迫只能进入那道结界门，但门内也没有任何说明，却莫名其妙便遭受到了攻击，而且还是接连2次。我走出来之后，与我同来的紫灵便又不见了，我实在很难不多心。我先前的态度上若有得罪，还请前辈体谅一下。楚风说道，能够理解的，其实我们也的确有招待不周的地方。老者笑着说道。随后根据老者介绍，楚风也终于对于这里有了一定了解。老者在这里被称为圣老，这位圣老与楚风在岩洞内见到的那个白毛与黑毛都来自同一个家族，三圣妖族。三圣妖族便是这方世界的统治者。三圣妖族本来是并不排外的，只要有人能够进入这里，走到这一步，便有资格进入三圣妖族。楚风的父亲便曾多次进入过这里，第一次进入这里时还是小辈，而最后一次进入只在几年前而已。你的父亲天赋极高，他还是小辈的时候便给我族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每一次回来，修为都会有着极大的增进，也会看穿一些连我三圣妖族族人都看不穿的事物。他与我族族人一同破阵，使得我三圣妖族拿到了之前无法拿到的好处。你父亲对我三圣妖族今日的繁荣是做出了极大贡献的。他最后一次来的时候，老朽已经看不透他的修为了，他想要帮助我三圣妖族破解最后一重阵法。按理来说，那座阵法是不可以轻易挑战的，连我三圣妖族内的族人都不行。可出于对你父亲的信任，老族长还是决定让你父亲试一试。只是可惜那次失败了，失败的结果是超出认知的，竟导致先祖留下的圣物不见了。你父亲虽是无心，但圣物太过重要，出于对先祖愧疚，再加上旧疾复发，老族长重病不起。当代族长乃是老族长的小儿子，他比你父亲只大了100岁。说起来，当代族长大人与你父亲也算是一同成长起来的，二人经常一同破阵，表面吵吵闹闹，实则有着很深的友谊。当初你父亲要挑战最后一座阵法，当代族长大人也是力挺你父亲的，只是因为圣物不见一事，导致他父亲重病不起，他便对你父亲有了一些误解。但他本性不坏，所以你放心，紫灵绝对不会有事。听到这里，楚风则是明白了什么，于是原本放松的表情再度紧张起来。所以紫灵是被三圣妖族当代族长抓走了。老朽不瞒你，的确是被当代族长带走了。他说父债子偿，依我看是想吓唬吓唬你。不过楚风小友，你敬请放心，以老朽对当代族长的了解，老朽可以我的名誉以及性命保证，紫灵姑娘绝对不会有事。圣老说道。紫灵没事最好。楚风回以一个不失礼貌的微笑，这是强挤出来的，他现在根本没心情笑。没见到紫灵之前，他的心不可能彻底落下来，定然会没事。圣老也回以一笑，他听出了楚风的话中之意，没事最好，若是有事，楚风不会客气。虽然一个小辈说出这样的话十分狂妄，但圣老却能够理解楚风的心情，便没有任何责怪。所以前辈是如何知道晚辈的？
楚风问：“你现在的大名，整个浩瀚修武界已是无人不知吧？”圣老笑道：“那三圣妖族与先前攻打祖武天河的远古家族是何关系？”楚风又问：“他已经知道，三圣妖族也是远古时期传承下来的家族，而在楚风看来，远古家族之间好似都有联系。”楚风想知道三圣妖族的立场。我三圣妖族一直待在神山之中，与外界暂无联系，且我三圣妖族对当代武者也无敌意。圣老这一番话直接说明了他们的立场，至少目前不是敌人。楚风小友，那令牌你拿到了吧？圣老又问：“前辈所说的令牌，莫非是此物？”楚风说话间拿出了一个罗盘，这罗盘是楚风先前对战白发男子大殿内那宝箱内拿到的，只不过眼下这个罗盘上面出现了一道阵法，阵法是楚风在对战黑发男子的大殿宝箱内所得，罗盘本身就是为承载阵法所打造，所以融合的极其完美。正是这道令牌，有了这道令牌，你便可入神山深处。自从经过你父亲的事后，我三圣妖族对外来者的考验也有所加强，本来只要能够入城便可以，但现在需要先打造能够得到这块令牌才行，若是你没有拿到这块令牌，便见不到老朽了。圣老说道：“前辈，那你们是需要我入神山深处？”楚风问。圣老看向楚风，看你自己有何好处？楚风问。好处难以确定，到时你自然便知道。况且楚风小友入我神山故地重游只是其一，寻的机缘想必也是理由之一吧？圣老道：“是。”楚风直接承认对方是聪明人，没有什么可瞒的。二人交谈之间，便走出了迷雾的迷宫阵法，雾气并未消散，但却也能够看到一道贯穿天地的高墙拦在前方，这是由岩石砌成的高墙，相比于单纯的结界墙壁，看起来更具压迫感。当然，岩石也蕴藏结界之力，因此同样坚不可摧。至少楚风这个修为无法撼动这面高墙，高墙下方有着多道结界门，每隔一段距离就有这样一个结界门，不过都是一样的。这是入城挑战，正常来说需通过挑战成功才有资格入我三圣妖族之城，但是楚风小友已经拿到进入神山的令牌，老朽可以直接带你入城。圣老道：“我父亲当年是从这里进入的吗？”楚风问。是。楚风小友也想挑战一下吗？圣老问道。按照之前规则是需要走这里的吧？楚风问。圣老点了点头，那就按照规矩办。楚风说话间便飞掠而下，踏入了其中一道结界门。对于楚风这个决定，圣老满意的点了点头，旋即他直接穿墙而过。但无论是楚风还是圣老都不知道的是，此时在迷雾深处，一双眼眸在观察着他们。这名男子身强体壮，中年模样，打扮与白发男子以及黑发男子相差不多，只不过他身上的鳞片形态看起来更为霸气，而他正是先前与庞然大物交谈的那位三圣妖族当代族长。先前说离去的他，实则并未离去，而是暗中观察。见楚风入阵，圣老离开，他才穿过高墙向三圣妖族内行去。其实穿过高墙，迷雾还会持续一段距离，穿过迷雾再前行一段距离，便能看到三圣妖族的主城。这城池的城墙高达万米，一些浮云都只能飘在城墙之下，而城墙之外则有无形的结界封锁，看似只封锁万米高度，实则密不透风。主城中心有着一座广场，广场中间立着一道高达100米的石门，石门中间是空的，石门正上方悬着一个大钟，大钟高达100米，就悬浮在石门之上，似是一体又不像一体。而在石门与大钟后方则立着一块金色的石碑，金色的石碑高达1000米，哪怕石门与大钟连在一起，也远不如石碑高大，因此哪怕在石门与大钟后方，却也看得清楚石碑面积极大，但却被3个大字所填满：楚轩辕。广场四周则是被浩瀚的观众席位所围绕，观众席位从下方连续到高空，十分壮观。可眼下这座壮观的广场上却是空无一人。忽然大钟微微颤动，紧接着摇晃起来，与此同时浑厚的钟声响彻开来，向四面八方传递而去。钟声不是特别刺耳，但传播距离极远，这站在城池中心高空之上都看不到边际的浩瀚城池，几乎瞬息之间便被这钟声所覆盖。没过多久，便有身影来到了这座广场之上，并且人数越来越多。很快这原本空荡的席位便被密密麻麻的人影所占据，甚至足以承载亿万身影的坐席都以人满为患，大多数人只能站在虚空之上。这动静几乎吸引来了全城之人，他们的打扮大多数都与白发男子与黑发男子相差不多，唯一不同的就是体型以及年龄的差距，当然也有极少数是与圣老一样身材偏矮，没有双眼，但长着一对大耳朵。他们虽看似是2个族群，实则都属于三圣妖族。有人闯入了吗？所有人看着那摇晃的大钟，并没有紧张，更多的乃是好奇，甚至是兴奋的表情。是楚轩辕的儿子，伴随一道苍老的声音浮现。圣老的身影也是从高空飘落而下。见到圣老，所有人都是施以大礼，这彰显了圣老非比寻常的身份。但同时许多人脸上都浮现出复杂的表情。楚轩辕，他们都知道这个名字代表着什么。楚轩辕居然有儿子，他的儿子还敢来我三圣妖族？不对，楚轩辕儿子来了，那楚轩辕是不是也来了？众人议论纷纷，起初是不屑与抵触，但很快又有了别样的情绪。小辈们有些害怕，就连老一辈也有些紧张。显然他们并不知道外面的事，也不了解楚风，但的确在惧怕着一些什么。只有楚轩辕儿子一人。圣老说道。听闻此话，无论男女老少都松了一口气，脸上的紧张情绪也消散而去。不过就算他是楚轩辕儿子，此次前来也是他个人意愿，大家莫要带有特殊眼光，按照以往规则对待他即可，一切按照规矩办。圣老补充道。圣老，按照规矩办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挑战他，夺走他的上品丹？有人问道。可以挑战，但楚轩辕的儿子还是小辈，按照规则挑战他的族人也需要是小辈。圣老说道。圣老，那我应该有资格吧？
白发男子开口，正是先前与楚风交手的那位，他名为三圣风流，此刻脸色红润有光泽，应该是伤势好了大半，倒也正常。本身楚风对他造成的也不是致命伤，可以。不过既按照规矩办，挑战之前你也需要准备百科上品丹，若是输了，可要交给人家。圣老道，有人张开手掌，瞬间百颗蕴藏天地能量的丹药盘于掌心之上，一股浓烈的香气瞬间弥漫天地，那是丹香。只凭这种香气，便知道此丹的非同小可。只是亮出此丹的并非白发男子，而是黑发男子，他名为三圣洪亮。上品丹是准备好了，就怕楚轩辕的儿子根本进不来。三圣洪亮说道，当然有可能，我三圣妖族这是什么地方？当今时代只有楚轩辕一人进来过，楚轩辕的儿子又不代表是他，老子英雄儿子狗熊的很常见，楚轩辕儿子进不来不是很正常？也对，众人议论纷纷，尽管并不了解楚风，甚至从未见过，但对楚风的评价却属实不高。嗡！而就在此时，那石门中心有结界之力浮现，形成了一道结界门，哟，居然通过了！看到这一幕，三圣风流与三圣洪亮都是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他们不仅不慌，反而越发期待了。期待什么？自然是证明自己若能击败闯入者，那这个头衔也是足够吹一阵子的。于是他们飞落而下，落在那结界门之前。可很快又有数千道身影飞落而下，全部都是小辈，但没有一个草包，不是神袍界灵士，便是半神境修武者。但这些人就像是提前达成一致了，全部落在了三圣风流与三圣洪亮的身后。干嘛？添乱！三圣洪亮瞥了一眼众人，哪敢，只是杀猪烟用宰牛刀，对付这种哪里轮得到两位少爷？交给我们即可。这些小辈殷勤着说道。呵呵，算了吧，既然能进来，必然不是废物。我怕你们输了上品丹，毕竟你们的上品丹积攒下来不容易。三圣洪亮说道。洪亮少爷所言极是，能进来的定然不是废物，但我们也不是废物啊，不如两位少爷给我们个机会，若是我们搞不定，两位少爷再出手。一名长脸男子说道。这个吗？三圣洪亮有些犹豫，他仔细一想，若是他们先失败，自己再出手，那简直就是三圣妖族的英雄，那岂不美哉？只是此举无异于赌，他也怕，若闯入者太弱，只是随便一个三圣妖族的天才小辈就能将其击败，那可就没有他展现的机会了。隆隆隆！就在此时，广场颤动起来，随后阵法自大地涌现，在刻着楚轩辕大名的金色石碑旁边的地上，有阵法之力浮现。紧接着，一块金色石碑拔地而起，最终达到了与楚轩辕那石碑相差无几的高度停下。而很快，光芒自石碑映射而出，如游龙一般在石碑上游走。光芒退散之际，楚风二字已是浮现在了那金色石碑之上。金色石碑，看到这块金色石碑，浩瀚天地瞬间安静下来，唯有圣老对此早有预料，表情未变。可其他人有的双眼瞪得溜圆，有的呼吸变得急促，甚至有的人嘴巴都张得老大。金色石碑，他们都清楚这代表着什么。此广场乃三圣妖族中心，外人于此地立碑，留名于三圣妖族之内，这乃是最高评价。唉，你们去啊！三圣洪亮猛然回头，咧着大嘴喊了起来。原来是那上千位小辈，如受惊的群鸟，已是同时飞离了广场。金色石碑定非凡类，我们有自知之明，还是交给两位少爷吧。那些小辈说话间，已是远离广场，尤其长脸男子跑得最快。靠，没义气！三圣洪亮骂骂咧咧，怎么，金色石碑便将你吓到了？三圣风流依旧站在原地，微微侧头看向三圣洪亮，他依旧镇定自若，甚至眼中期待之色更浓。笑话，我会怕？我上品丹都准备好了，我只是说那些家伙没义气，仅此而已。三圣洪亮道，那你是要和我抢了？三圣风流问，我是怕你伤势未愈吃了亏，楚轩辕的儿子就让我三圣洪亮来应对吧。三圣洪亮道，他也不怕，反而觉得这是极佳机会，击败寻常闯入者都可名声大噪，若是击败于广场立碑者，那便将世代传唱。我的伤势早已痊愈，况且就算负伤我也能够应对，你就不必插手此事了。三圣风流道。就在二人交谈间，结界门微微蠕动，楚风的身影走了出来。这一刻，浩瀚天地间，亿万道目光落在了楚风的身上，他就是楚轩辕儿子吗？这气场果然不同凡响啊，不知是楚轩辕儿子的光环，还是金色石碑的光环。他们明明不知楚风是何修为，可看楚风的眼神却没有丝毫轻视，尤其年轻女子的眼神，相比于男子更是多了一些别样意味，似乎这种陌生的物种对于他们更具有吸引力。但是相比于他们，三圣风流和三圣洪亮可就是目瞪口呆。又是你们！楚风眯起双眼，你不是阵法所化吗？所以你不是阵法所化？三圣洪亮开口询问，说话的节奏都变得不太流畅。三圣风流没有说话，但脸色却已不自觉地变得发白，是没有血色的那种白，还偷偷地吞了一下口水，紧张地擦了一下额头的冷汗。原来你们以为我是阵法所化？楚风似乎明白为何这两位之前对自己的态度那般没有礼貌了。是啊，就是。三圣洪亮本想解释，但意识到之前的经历不宜宣扬，于是赶忙转移话题。嗨，你是楚轩辕前辈的儿子对吗？你叫楚风？对。楚风应道。楚风，恭喜你通过考核，来到三圣妖族。我叫三圣洪亮。对了，他叫三圣风流，他要挑战你。话罢，三圣洪亮收起手中的百科上品丹，身形一转，飞离广场。靠，你才是真的没义气！三圣风流怒骂一声，旋即转头看向楚风，发现楚风正在盯着自己，顿时吓得汗流浃背。你要挑战我？楚风问。没有的事，他开玩笑的。三圣风流咧嘴一笑，旋即身形一转，便要离开，但可能太过紧张，御空而起前竟双腿打结，差点没摔倒了。但御空而起后，却跑得比三圣洪亮还快，转眼间便逃离了此地。
只留下原本十分期待，但此刻却十分错愕的三圣妖族众人，一脸茫然。这什么情况？楚风不知那两位挑战自己的计划，只觉得此刻气氛有些奇怪。这漫天的三圣妖族族人情绪似乎有些沮丧，而很快，圣老的身影从天而降，落在楚风面前，恭贺楚风小友成功入城。圣老道：前辈，我这速度还行吗？楚风问。不是还行，是有史以来之最。圣老道：之最？楚风有些意外，你超越你父亲了。圣老道：此话一出，全场轰动。超越楚轩辕，不都是金色石碑吗？怎么会有超越一说？不对，楚轩辕儿子的石碑真的比楚轩辕的高一些。很快人们观察出了差别。乍一看，两座石碑高度相同，但只因为两座石碑本身都太高了。可仔细观察能够发现，楚风的金色石碑更高，高出的不多，只有半米。可哪怕半米，却也是差距。此刻楚风发现了那金色石碑，看着刻写自己名字的石碑与刻写其父亲名字的石碑并肩而立，楚风的心中倒是有着一股淡淡的喜悦。尽管父亲只见过几面，母亲至今没有见过，可楚风并没有因为他们不能陪伴自己成长而有责怪，反而能够感受到父母对他深深的爱。越是了解其父母的经历，楚风对父母的感情反而越深，这便是血浓于水的亲情，无可替代，无法磨灭。也正因如此，在楚风心中，其父母的形象是高大无比，无可匹敌的，能与其父亲并肩，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骄傲与自豪的事。来人，将楚风少侠安置到上宾客房。圣老声音响起，立刻有两位与圣老样貌相近的老者飞掠而下，落在楚风身旁。楚风少侠请。可楚风却看向圣老，前辈，紫菱呢？紫菱的安危依旧是楚风眼下最关心的事。楚风小友，紫菱姑娘绝对安全，我去打探一下，回头给你消息。圣老道：好。自打楚风进入此地，能够听到所有人的交谈，他们对楚风的称呼几乎不是他自己的名字，而是楚轩辕之子。由此可以看出，楚风父亲在这里绝对是家喻户晓的。尽管有一小部分人的确有着一些敌意和不爽，可更多的人对自己的父亲乃是持有尊重态度的，甚至有些人是惧怕的。这让楚风意识到，这里多半不是敌对势力。尽管没见到紫菱，自己的确不安，可若是因此闹事，便显得太不体面了。于是还是听从圣老安排，跟随两位长老前往了休息之地。圣老，这楚轩辕儿子实力不弱呀。楚风刚走，便有人说道：当然不弱，你们可知当代修武界最强小辈是谁？圣老问。是谁啊？众人纷纷问道。对于这个话题，三圣妖族的众人明显也是颇为好奇的。倒是一名小辈女子反应最快，立刻问道：圣老，您说的该不会就是这个楚风吧？还是小丫头脑袋灵活？圣老满意的点了点头。我去，原来是当代修武者的最强小辈吗？怪不得啊，真是虎父无犬子，这楚轩辕儿子居然这么强，这也算青出于蓝胜于蓝了吧。一时间，浩瀚人海皆是感叹。尽管楚风入城的这个成绩已是惊为天人，但他们毕竟对楚风的过去并不了解，而这个当代最强小辈的名号绝对分量十足。楚风如今洞察力极强，尽管已经走远，可那片广场的声音却依旧能够听到，越发确定这些人对自己似乎并没有太大敌意。当然不包括所有人，但对自己有敌意的却的确只是少部分人。楚风觉得三圣妖族天生善良只是其一，但自己父亲打下的良好基础也是其一。就算自己的父亲真的无意间犯下了大错，可他做出的贡献也是得到三圣妖族族人认可的，否则绝对不可能让一个犯下大错之人的儿子进来后却得到这样的待遇。很快，楚风被带到了城中的一座别院内，院子很小，尤其对比这无边城池之浩瀚，这样的别院，这样简单的建筑显得格格不入。可偏偏这院子给楚风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前辈，这里是我父亲住过的地方吗？楚风问。因为在这里他能感觉到他父亲的气息，虽然很淡，但的确有。其中一位立刻开口：是，每次楚轩辕大人来都会。可他话说到一半，另外一位老者则是咳嗽一声。见状，那位赶忙纠正：每次你父亲来都是住在这里。他去掉了对楚轩辕大人的称呼，可能是怕楚风多想。咳嗽的那位老者也是补充道：楚风少侠，这里是小了一点，但绝对不是针对楚风少侠，城池都是先祖打造，这上宾客房也是先祖所造，我们不好改动，无需改动，这里很好。楚风道：楚风少侠，那我们便先不打扰了，我们就站在门外，若有吩咐随时叫我们。话罢，两位老者走了出去，还主动关上院门，就站在门口。这里的人对我父亲的态度似乎很矛盾啊。从那位脱口而出的大人二字看得出来，楚轩辕在这里曾经的地位不低，但另外一位有意纠正，便也说明他们的确在意圣物的丢失，一方面承认楚轩辕的功绩，一方面又无法完全原谅过失，这很可能便是三圣妖族族人如今矛盾的心理。这个人是冲我来的。楚风一直释放精神力，所以他察觉到有一个人正在御空而行，快速飞掠而来。那是一个长相颇为英俊的男子，但是他却气势汹汹。果然，他的最终目的地就是楚风所在的别院。他直接飞落而下，落在院子当中。秋天少爷，门外的两位老者有所察觉，立刻推门而入：滚出去！可这位被称为秋天少爷不过一个眼神，那两位老者便赶忙退出院子，甚至还再度关上了院门，显然很惧怕这位秋天少爷。你就是楚风？楚轩辕是你爹？秋天少爷挺着胸膛，以俯视之姿看着楚风。有事？楚风问。你挺淡定啊，你可知道你的女人快要成为别人的小妾了？秋天少爷此话一出，门外的两位老者则是听得龇牙咧嘴，下意识的便想说些什么，但因为秋天少爷的身份，却又转过了头，选择了闭嘴。至于楚风，相比于那两位老者，他倒是相对平静，说话要负责。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楚风问。那个叫紫菱的是你女人吧？她即将被人纳为小妾了。
你要是个男人，应该去阻止一下。秋天少爷说道。你知道紫菱在哪？楚风问。知道，不过想从我这里知道你女人的下落，就需要先打败我。秋天少爷此话一出，周身空间一颤，5品半神的气息便释放而出。哎呦我擦！可下一刻，秋天少爷便惨叫一声，直接趴在了地上。一股无形的结界之力直接将秋天少爷压迫至此，同时数把结界长剑也悬在了秋天少爷的身上。听到秋天少爷的惨叫，门外的2位老者赶忙推门而入，见此一幕，赶忙对着楚风伸手大喊：楚风少侠住手！秋天少爷可是我们族长大人的独苗啊！这一句话直接道出了秋天少爷的身份，想必这便是这2位老者如此惧怕着秋天少爷的原因。而楚风也很给面子，手臂一挥，结界之力与结界长剑同时散去。见状，2位老者便想去搀扶秋天少爷。不用，我要自己站起来。秋天少爷说话间便站起身来，旋即一脸凝重地看向楚风，哈哈哈哈，忽然大笑起来。不愧是楚轩辕前辈的儿子，你这当代最强小辈的名号，我三圣秋天认可了。能说紫菱在哪了吗？楚风问。可以，我带你去，你随我来。话罢，三圣秋天便御空而起，而楚风也是跟了过去。你叫楚风是吧？我叫三圣秋天，是当今三圣妖族族长的儿子。途中，三圣秋天说道。知道，刚刚那2位前辈说过了。楚风道。这不一样，他们说和我自己说，本质有很大区别。对了，你父亲真的没来吗？三圣秋天问。没有。楚风道。居然敢让你自己来，楚轩辕前辈心够大的，这不像是楚轩辕前辈的行事风格啊。三圣秋天道。你见过我父亲？楚风问。当然见过。三圣秋天道。那我父亲什么行事风格？楚风问。你父亲什么风格？你不清楚吗？你不会这么不了解你父亲吧？难道你们父子之间有隔阂？三圣秋天问。楚风感觉三圣秋天像是在套话，于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问道。你确定知道紫菱在哪？当然知道，我来找你就是向你传递这个消息的。但是你心也够大的，我都说你女人要被别人那为小妾了，你居然丝毫不慌，难道你不爱她？三圣秋天问。所以你说的是真的？楚风问。是。三圣秋天道。是何人？楚风问。三圣星女，我三圣妖族最狂妄的小辈，自诩三圣妖族最强天才，他对紫菱一见倾心，说要纳紫菱为小妾。三圣秋天说道。此事与你父亲有关吧？楚风问。他知道紫菱是被三圣妖族族长带走的，不管这三圣星女以及三圣秋天是从哪跳出来的，但必然都与三圣妖族族长有着脱不开的关系，怎么会与我父亲有关呢？明明是那三圣星与色胆包天。见色起意，三圣秋天立刻解释，极力想将他的父亲从这件事情中撇出去。楚风没再多说，这个问题上已经触犯了楚风的逆鳞，若是紫菱安然，事情还有回转的余地。若是紫菱真的出事，无论三圣妖族曾经与自己的父亲是否有交情，楚风都绝不留情。楚风与三圣秋天快速飞掠，但实际上依旧在城中，可眼下景色已经完全不像城池，周围尽是山脉，下方高山流水，这是一片私人领地，这里已是三圣星女的府邸，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你是界灵师，应该找得到他。三圣秋天说道。楚风独自深入，越过重重山丘，很快便在一座湖泊中看到了一个亭子，亭子内站着一个人，此人身高与三圣妖族族人很像，但有很大不同，他穿着人族的服饰，身穿长袍，头戴方巾，俨然一个书生打扮。楚风知道三圣秋天去通知自己，这个三圣星女也必然知晓这是一个阳谋，所以楚风也并未隐藏，而是直接进入此人视线之内。书生打扮之人抬头望向楚风。楚风，你是三圣星女？楚风问。我是。三圣星女说话间自亭内走出，踏空而行，只是短短几步，却来到与楚风相同的高度。紫菱在哪？楚风问。过我这关，带你见他。三圣星女说道。轰！他此话刚出，一股无形的结界之力便直奔三圣星女压迫而去。楚风本就担心紫菱表面没有波澜，不代表内心就真的没有起伏。既然对方知道自己来意，且也提出明确要求，那楚风也懒得废话，直接出手解决问题。可只见空间扭曲，是三圣星女体内武力释放而出，且不断变化。7品半神、8品半神、9品半神、9品半神之后没有继续提升，但这提升到9品半神的武力没有发动攻势，只是形成一道防御罩，却也挡下了楚风的一击，很强。7品半神是他的基础修为，而能够挡下楚风这一击，更是证明其战力很强。以他的天赋，不可能只提升2品修为，所以9品半神不是他的极限，至少他还能在9品半神的基础上再度增强战力。楚风知道他遇到对手了。挡下楚风一击后，三圣星女剑眉倒竖，恶狠狠地瞪向楚风。对于楚风果断的出手，他什么都没说，可那眼神却充满怨念。但他依旧没有再度提升战力，而是伸出手臂对准楚风，随后手掌猛然张开，滔天武力宛如无形的大网向楚风压迫而来，是要将楚风困住。楚风左手捏动法诀，右手对着虚空一指，轰！一道结界长剑贯穿虚空，直接将那武力大网轰得粉碎。对方没有施展全力，楚风先前同样没有施展全力，结界之力实际上不如武力强横。界灵师厉害在于阵法，强大的阵法可以使得战力以100倍甚至1000倍的力量增强，所以只要界灵师的阵法足够玄妙，实际上是比修武者的武技更加强大的。简单的说，武力的上限比结界之力上限高，可结界之术的上限则比 B 武技要高，但是要看阵法，也要看界灵师的能力。往往许多界灵师不具备那种能力，也无法掌握强大阵法，所以导致许多界灵师在同一水平比不过修武者。其实楚风目前也没有掌握特别强大的结界阵法，他的结界战力强，源于血脉以及对结界之术的掌控力，所以当楚风布置结界阵法后，轻松的便贯穿了对方的武力。面对楚风的结界长剑破空而来，那三圣星女纵使战力很强，
可却也无法只凭借武力挡下这一击。他姿势不变，手臂微微一颤，顿时虚空震荡，磅礴的武力自其掌心释放，形成一张巨大的武力手掌。果然，如楚风所料，他施展出了武技来应对，并且这不是寻常的武技，乃是九段尊劲。三圣星宇自己也清楚，寻常的武技怕是难以挡下楚风这一击，可当武技大手与楚风的结界长剑对撞之际，那三圣星宇眼中便有意外涌现。结界长剑贯穿了他的武技大手，但那可是九段尊劲，可九段尊劲也无法抗衡楚风这结界长剑。枪！三圣星宇手腕一转，一把银色长枪出现在手中。尊兵，他这种身份必然是有神兵的，但他并没有选择使用神兵，而是选择使用尊兵，不知是狂妄还是试探，但他仍然没有施展全力。可尊兵也能提升战力，所以他手握尊兵长枪，对着虚空一指，一道武力光束爆射而出，终于将楚风那仅剩余威的结界长剑粉碎。同时，那武力光束直奔楚风而去，但楚风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似是被吓到了一样。直到武力光束来到近前，楚风依旧没有闪躲，下一刻，强大的武力光束便将楚风吞没。见到这一幕，三圣星宇眼眸睁大，他显然没有想到这一击会直接将楚风击败，不像是击败，更像是抹杀，因为楚风的气息也在武力光束的吞没下消失的彻底。不对，但很快，三圣星宇瞳孔一缩，意识到情况不妙的他，脸上涌现出了慌张。那光束吞没之地没有鲜血，只有结界之力。同时，楚风的气息再度出现，只不过是在他的身后。分身被武力光束吞没的只是分身，真正的楚风已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来到了他的身后，并且当三圣星宇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楚风的手掌已是向其拍了过来。楚风的手掌本来是对准三圣星宇的后背的，可三圣星宇反应过来后，似是想亲眼看看楚风，于是便猛然转身。楚风手掌落下之际，便恰巧轰在了他的胸口之上。本来这也无所谓，因为楚风掌心蕴藏阵法，这阵法将短时间内束缚住三圣星宇的武力以及自由，不仅丧失反抗之力，同样无法继续调动武力提升修为。楚风将一击制胜，可是当楚风那蕴藏阵法的手掌真的击中三圣星宇的那一刻，楚风本充斥寒意的双眼则顿时睁得老大。楚风虽是一掌拍来，但力道可是不轻，毕竟这三圣星宇可是口出狂言要那紫灵切。对于这种人，楚风不一巴掌拍死他，已是给足三圣妖族面子了。但也正因力道不轻，可手掌却率先传来一阵柔软之后，楚风察觉到了不妙，那不是胸肌，胸肌不可能如此柔软。楚风察觉不对，选择收力之时，为时已晚。三圣星宇被楚风一巴掌推出去老远，并且因为强大的力道，更是一个干呕，一口鲜血喷了出去，并且阵法生效，化作锁链延伸而出，将三圣星宇捆绑住了。你是女的？楚风问道。你看不出？三圣星宇抬头看向楚风，眼神多少带着浓烈的怨念，但不知这怨念是因为楚风没看出她是女的，还是因为楚风那一巴掌拍到了不该的位置。楚风之前还真没细看，但现在仔细看来，这三圣星宇皮肤白嫩，五官虽颇具英气，但也的确更像女子。你这打扮，谁知道你是男是女？况且你不是口出狂言要那紫灵为妾，我想女人应该干不出这事。楚风道。可听闻楚风这番话后，那三圣星宇则是目露惊色。那紫灵为妾，你从何处听说的？看其反应，楚风已经意识到似乎其中有误会，但还是说道：三圣秋天说的。他胡说。三圣星宇骂道。所以我被他骗了。楚风问。不然呢？三圣星宇道。那你为何拦我？楚风问。拦你怎么了？我说你虚过我这关，也没说要你与我交手，只是需要你破开一物即可，是你自己突然出手的。三圣星宇道。那你所说是何物？楚风问。你先放开我。三圣星宇道。见状，楚风捏动法诀，那困住三圣星宇的结界锁链便化作结界之力飘散而去。是什么时候？三圣星宇问。什么意思？楚风不解。什么时候布下的分身阵法，又是什么时候潜到我身旁的？三圣星宇问。在你的九段尊境与我结界长剑交织的时候。楚风道。走吧。三圣星宇说话间，便向其领地深处飞掠而去。你要我破解之物没带？楚风追上问道。你能如此短时间内布置出如此精妙的阵法，便无需破解，我这关你过了。